为什么说古代皇宫里最爽的除了皇帝，就是替皇帝记录房事的太监？你以为他们只是在门外登记皇帝今晚临幸了哪个妃子？不，他们不仅要帮皇帝摇床助兴，甚至皇帝累了后还要替皇帝哄妃子开心。你本是一个喜欢打瓦的大学生，没想到却因意外穿越到了一个小太监身上。幸运的是，你这小太监是个冒牌货，男人有的东西你都有，一寸都没有少。可倒霉的是，偏偏当了一个净室房的小太监，每天干的活就是记录皇帝哪一天什么时辰临幸了哪个妃子。正当你还在担心自己会因为某天记录时身份暴露，耳旁就传来总管的声音：小栗子，今天圣上翻到了兰贵妃的牌子，本总管突感不适，你就带本总管去一趟吧。于是为了活命，你不得不来到了西宫，正好看到一个穿着龙袍老的都迈不动腿的男人正在一个年轻妃子的搀扶之下走了出来。那个年轻的妃子长得挺不错的，脸蛋精致，身材高挑，你心里呸了一口，好菜果然只能给猪拱。正盯着那妃子看呢，老皇帝突然开口说话了：朕准备安歇了，你们退下吧。随着一众太监们叩首退离后，你也从怀里拿出了本子笔墨，准备开始记录时间，心中不由吐槽：这老骨头，皇帝看样子至少有80多90了，就这条件还能宠幸妃子。可当你竖着耳朵爬门上听了半天后，里面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就在你疑惑时，里屋的门居然被推开了，刚才搀扶着老皇帝的那个妃子朝外面探了探头，之后便朝着你招了招手：小公公，过来一下。你心里一紧，不是吧？难道是皇帝不行，这贵妃娘娘要找太监代劳吗？那感情好啊，穿越过来几天了，终于可以领福利了。你走了过去，那贵妃一手将你拉了进去，然后立即关上了门。进去一看，老皇帝已经睡得跟头猪一样倒在桌子上，难怪半天过去啥动静都没有呢。小公公你怎么称呼啊？怎么不见梁总管啊？回娘娘，梁总管身体抱恙，怕扰了圣驾，所以遣小栗子过来。原来是这样，小栗子公公，你看本宫这金簪漂亮不？兰贵妃一边说，一边从头发上拔出一根纯金的发簪递给你。你先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了。娘娘的意思是想让小栗子登记入册吗？小栗子公公果然是聪明人，如若小栗子公公可以笔下留情，本宫他日在东宫必定会对小公公多加提携。兰贵妃说罢，拉起你的手，就将那根金簪塞入其中，感受着对方光滑水润的皮肤，你不由感叹，果然十指不碰阳春水也是有点好处的。兰贵妃看着你脸露难色的样子，紧接着又拔出了一根金簪，你连忙摇头：娘娘，这不是赏赐的问题，圣上如今喝醉了酒不能人事，若只是登记在册，等明早醒过来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对，本宫险些误了大事，小公公考虑的周到，本宫一定记得小公公大恩，他日小公公有难处尽管来找本宫，本宫绝不推辞。你也深知在这深宫中想要活下去，自己必须有个靠山，于是你果断将老皇帝从桌子上扶了起来，弄到贵妃的床上之后，又给这老头宽衣解带，扒了个精光。娘娘请吧。你说完就准备离开，结果兰贵妃又拉住了你：小公公，接下来本宫要怎么做？你听完顿时一愣，贵妃不是要给圣上侍寝吗？是啊，但本宫不知道怎么侍寝，本宫今天才入宫，还请公公帮人帮到底。看着对面贵妃那羞红欲滴的小脸，你心中激动不已，代替老迈的皇帝去跟妃子过夜，这简直是最大的穿越福利了吧？你故作为难的继续道：这不好办啊，您是娘娘千金之躯，我一个太监。无妨，你也说你是个太监，这还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后宫的下人除了宫女不都是太监吗？兰贵妃又劝了你好一会儿，你这才点了点头，答应帮忙。在确认过老皇帝醉得不省人事之后，你的胆子也大了很多。娘娘请宽衣。虽然当着你的面有些扭捏，但兰贵妃也照做了。虽然灯火昏暗，看得不是很清晰，但是那若隐若现的轮廓，你还能看得清，看不出来。兰贵妃藏得挺深，这峰峦叠嶂可是大多数男人的温柔乡啊。小栗子，然后呢？接下来床要发出声响，虽然外面听不到，但我净室房就是凭这个记录的。好，谢公公提点。兰贵妃说完，还真的拽着床开始摇动，不过她不知道怎么弄出声响，拽了好一会儿也没有动静，无奈你只好亲自代劳。此时看着醉酒的老皇帝，你顿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而且反正都要做到这地步了，发现了多半都要砍头，还不如牡丹花下死。于是你开口说道：娘娘如若不怪罪，小栗子也可以代劳。放心吧，本宫谢你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怪罪你？好，
那娘娘请转过身背对我，小栗子得罪了。接着一声痛苦又带一丝享受的哀嚎从君兰院里面传了出去。接下来你便开始了晃动床榻，不得不说这实木床真沉，上面还躺了2个人，摇起来很费力。不过你刻意弄的动静很大，以至于外面的刘公公都若隐若现的听到了这种声音。天佑我大新朝啊！刘公公原本紧皱的眉头此刻才变得舒缓，算着时间差不多了，你便退了出去。动笔在房事册子上记录好了时间后，又继续按照原本的步骤去叩门了。净室房嘛，总会提醒一下皇帝保重龙体。一连叩了3次之后，你按照规矩自己也退出了大院。大院外面刘公公还带着人候着呢，一看你退了出来，连忙过去将房事册拿过去瞧了一眼，看到你的记载过程后，眼睛都惊大了。皇上龙体，你低头躬身道：回刘公公，小栗子如实登记，并无虚假。刚才兰贵妃喊那一声很大，这个时候又夜深人静，刘公公也听得很清楚，不由感叹：皇上宝刀未老啊！小栗子，你叩门了吧？回刘公公，按照规矩叩门3次，皇上并无应答，所以小栗子退了出来。好，你回去吧，这没你什么事了。毕竟净室房只是做记录和提醒，这记录写了门，也扣了你也功成身退了。回忆着刚才房内的一切，你顿时觉得这波血赚。当然了，如果不出问题的话，你妥妥的可以吹一辈子。净室房门口，梁总管已经火急火燎的等了大半天，看到你回来之后，立即拉过去问东问西。你把跟刘公公说的话复述了一次，梁公公这才松了一口气。还好，小栗子这次你总算没有出啥漏子。皇上竟然还宝刀未老，还能宠幸妃子，也是我大新朝之幸事。总管，今天圣上为何会突然之间翻牌子，还翻的是西宫的牌子？你也来了好几天，也曾耳闻皇帝已经好多年都没有翻过牌子了，这净室房也形同虚设的闲置了很多年。你知道兰贵妃是谁的女儿吗？兰贵妃今天才入宫，不但是今天才入的宫，而且是入宫之后立即被封了贵妃。兰贵妃是当朝大将军梁胜的女儿，这个背景不同一般。虽然梁况没有深入说明，但你也猜了个8、9不离十。皇帝这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委托这位梁大将军，但又担心梁大将军不听话，所以才纳了梁大将军的女儿做了妃子。对了，小栗子，今天本总管抱恙没有亲自伺候去，如果明朝皇后娘娘差人来找你，你想好怎么说了吗？听到皇后会来询问，你顿时一激灵。听好了，要是皇后找你，你就说圣上早寝未曾访视。总管，这是要小栗子掉脑袋吗？掉什么脑袋？要掉脑袋，我不一起跟着掉吗？以后你就知道了，反正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便可。好了，去休息吧，本总管也去睡了。对了，把房事册给我。你才掏出来。梁况这边已经塞了另一本外观一模一样的过去，唯独不同的是，在兰贵妃这里的登记的确实截然不同。你瞬间觉得这深宫果然好复杂，不过越复杂就越能让你有机会浑水摸鱼，因为水深所以鱼也多。你拿着替换的记录册就回了房间，翘起2郎腿回想着刚才的美景。第二天一大早果然有太监过来寻人了，只不过这太监是刘公公派过来的，说是皇帝要见你。你也想不明白皇帝为何要单独见你，难道是因为兰贵妃把昨晚的事儿给捅出去了？这下子你心里开始忐忑不安了，跟在那太监身后慢慢的走着，寻思着等会儿怎么应对打架嘛。赤手空拳多半要被御前侍卫当场切成肉泥。不过既然都绿了，那就豁出去了。想到这里，你也没有那么慌张，左右是个死，至少在大新朝能名留千古。一个小太监把皇上给绿了，在民间也能吹一辈子。到了御书房，老皇帝正在品茶，刘公公候在身边，你躬身上前道：圣上，不知唤小栗子过来有何吩咐？皇帝老归老，但毕竟是当今天子，脸上虽然布满沧桑，但也透露着一股威严。昨日老头醉酒的时候你没有察觉，今天一看果然还是有点犯的。你叫小栗子，入宫多久了？在净室房习惯吗？回皇上，小栗子入宫有些日子了，一直在梁总管身边当差。就在你松一口气以为皇帝只是唠家常时，没想到下一秒皇帝突然开口问道：昨天朕真的雄风大振？你心中一紧，连忙忐忑回答道：回皇上，昨日皇上微醺，小栗子也只待在外面，未曾目睹龙颜啊。皇帝听到微醺二字，顿时龙颜大悦。好词好词，小栗子，看不出来你一小年纪还读过一些书啊。皇帝突然拍了一下你的肩膀，顿时吓了你一跳。昨日朕确实有点不胜酒力，不过朕起来的时候也是觉得腰酸背痛的。你看朕还能要几个皇子吗？这话你哪敢直接回答。回圣上，圣上万岁！天下之事无不如圣上心意，只要圣上想做，那这天下就没有圣上做不了的事情。油嘴滑舌，
不过真爱听。可能是看到了你抹在他腿上的落红，也可能真的是你的回答让他觉得开心。好在老皇帝之后没有再问昨天的事情，而是扭头问向一旁的刘公公。刘安，梁况入宫多少年了？回皇上，梁况入宫40载。皇上叹息一声说道：也是辛苦了这个老奴才。罢了，让梁况告老吧。你现在去库里面给他赏金1000，就说是朕的口谕。你听后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居然这就把自己顶头上司给炒鱿鱼了。刘公公答应过之后就离开了，这御书房里面只剩下了你和老皇帝。小栗子，你本名叫什么？回皇上，小栗子叫萧离。小离，你家在哪儿？回皇上，小栗子家在大山里头。小时候家里遭了山贼，因为家贫，所以山贼把小栗子绑来卖到了宫里面。没想到老皇帝听完你瞎编的故事，不但没有怀疑，反而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很好，小栗子，你不要误会，朕同情你的遭遇。朕的意思是说你很干净。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敬事房的首领太监，也就是敬事房的总管太监。以后每天朕要翻的牌子都由你来成就，而且你每天都要亲自记录入册。就算朕没有与妃子行房，你都要登记。明白朕的意思吗？你连忙躬身点头道：回皇上，小栗子不需要明白，小栗子只需要执行皇上的吩咐便可。皇帝摸了摸已经花白的胡子，赞许的点了点头，而你则是松了一口气，兰贵妃没有捅破，自己暂时安全了。再回去敬事房的时候，梁况已经收拾好行李了，见你来了，便开口说道：小栗子，我这就准备离宫了，你接下来一个人在宫里，可万事要三思而后行。你听了这话，心里面可不是什么滋味。感情这梁况昨天是刻意将你推上去的，原本还想着怎么可能去的时候，好端端的回来就拉稀，原来是这个老狐狸有意而为之，弄得你还以为捡了个便宜，绿了一次皇帝，绿了皇帝不假，但这个便宜可真的不好捡。再加上皇帝那边又这么神秘，水很深，刘公公回去复命的时候，你也刚好回到敬事房。皇帝一看刘公公回来，便问一切是否妥当。回皇上，梁况心里明白，自然不用二话。皇帝听完满意点点头，继续道：那就好，希望梁况回去之后能给朕的大将军吃多一颗定心丸。请皇上不要忧心，梁大将军忠心为国，不会出什么漏子的。忠心为国没错，但是否忠心我这个老骨头就未必了。算了吧，不说他了，不过他女儿也确实懂事。提到兰贵妃时，刘公公迟疑道：兰贵妃如今还在西宫住着，奴才要不要将？不用，就让他在西宫住着好了，也让那梁胜清楚朕的意思。兰贵妃还是有些聪明的，就让她在西宫待着吧。如果她能驾驭得了西宫，那也算是好事一件。陛下何出此言？一旁刘公公不解问道：朕虽然老了，但还没有傻。朕这把年纪是否能人事，朕自己不清楚吗？昨天朕是有意喝醉的，朕要是不喝醉，兰贵妃哪能侍寝啊？此时敬事房内，梁况也是同样这么和你说的，他都要走了，这个摊子直接丢到了你身上，就算你撑不下来，也不想你当个枉死鬼。你听到这番话，顿时吓得一身冷汗。这老皇帝揣着明白装糊涂，自己灌醉自己，让兰贵妃把握机会，这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也难怪那兰贵妃万般贿赂，一定要将事情给办了。原来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了。这时皇后娘娘的人果然来找你了，记得万事小心，本公公告辞了，小栗子再见了。梁况脚底抹油，直接开溜。此时你眼看着又没有办法，你左边一个老宫女，右边一个小宫女压着你，她想追也追不了。来到凤仪阁后，皇后目光审视着你，开口道：小栗子，你可知罪？你心里头咯噔了一下，小栗子不知何罪，你还敢狡辩？你看看这是什么？紧接着一本发黄的册子就丢到了你身边，你拿起来一看，这不是昨天梁况换走的那一本吗？这死烟狗到底站那头的那边提醒自己注意回头，把自己给卖了。回皇后娘娘，这是敬事房的册子。废话，本宫不知道吗？我是问你为何要私藏这本册子，你可知这是什么罪名？你只能低头说道：回皇后娘娘，这册子昨日在小栗子返回敬事房的时候便交还给梁总管了，之后的事情小栗子并不知道。你不知道，敬事房只有你和梁况两个人，
他做什么你不知道？回皇后娘娘，梁总管拿回去册子之后，又给了小栗子另外一本册子。你摸索着将身上原本那本拿了出来，那皇后接过去一看，只见昨天登记的事情在册子上并没有相同的说法。梁旷那条老狗，这是在耍本宫吗？小栗子，梁总管呢？听到你说告老还乡后，皇后沉默了，看着两本册子，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看着皇后这个眼神充满了杀气，顿时觉得处境不妙，立刻开口道：皇后娘娘，今天早上圣上也召见我了，也看了梁总管给我的册子。什么？早上皇上召见你了？皇后听到皇上二字后，瞬间凶光变成了疑虑。你知道自己赌对了，继续道：皇上说梁总管抱恙，就让他回去告老养病。从今往后，我就是敬事房总领太监。那皇上还说什么了？皇上还说以后让我来安排妃子侍寝的事情。听到你这么说，皇后身上散发出那种不祥的气息，果然减退了很多。她对着身边的宫女打了个眼色，很快一锭金元宝就放到了你的面前。这是本宫赏你的，看在你老实诚恳的份上，你拿去吧。谢皇后赏赐。你刚想伸手抓过金元宝就往身上塞，结果就被一旁的宫女抓住了手臂。小栗子，这赏赐拿了你可要记得本宫的好哦。直到你退出殿外后，一旁的宫女这才神色一转，恶狠狠道：皇后娘娘，我们要不要找人把那贱人给杀了？不行，现在不能动，至少我们不能动手。皇上既然吩咐了这个小太监当了敬事房的总领，那自然有他的后手。敬事房多少年没有事情，做了梁旷突然之间抱恙回乡，一个小太监竟然当了总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即便我们今天杀了兰贵妃，这皇帝又可以让别人侍寝，你们想本宫屠杀后宫所有妃子吗？皇后不能生育，但她有个妹妹也入宫当了妃子，给皇帝生了个儿子，只不过被另外一个妃子抢了先，只能当老二。太子的生母已经驾鹤西去了，但皇后跟太子的关系可不太好。作为皇后，当然想着扶自己人上位，皇帝已经老迈，说不定哪天就撒手人寰。目前太子被派出去戍边建立军功，这个时候二皇子还在京城，皇后当然会有一系列的运作，确保太子为国捐躯。皇帝也是看出了一点苗头，所以才会临时将梁胜的女儿纳入宫中，而且赌注也不能只压在一个人身上。皇后说的那些都在皇帝的考虑之中，而且皇帝让你弄虚作假，也是向外传递一种信息，皇帝还能干，还没有不行，还可以要多几个孩子，说是总领太监。其实敬事房也就剩下了你一个人，你虽然不完全知道老皇帝的意思，但也猜了个一半。弄这种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此时你回到敬事房，外面已经站了一大圈人，有宫女，有太监，甚至还有亲自过来的妃子。你升任敬事房总领的消息已经传开了，而且皇帝昨天临幸兰贵妃的事情也传开了。你现在可是大红人了，后宫佳丽虽然没有上千，但也过百，其中大部分人平时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现在一听说你亲自安排牌子，都排着队过来巴结。冷冷清清的敬事房突然之间热闹非凡，那些宫女太监妃子带过来的财物可以塞满你的房子。宫女太监你可以不管，但是那几个亲自过来的妃子你可不能不管。这几个妃子里面，年纪大的都已经50多岁了，年轻一点的也30好几。说句好听的，打扮起来有人样；说句不好听的人，老朱皇还惦记着那点事儿。于是礼物你一概不收，但名册你却逐一登记。反正前后那么多人，总不能让皇上一次过来个群殴吧？都会去等着吧，本公公知道怎么做的。傍晚刘公公又跑来了一趟，你这边刚刚将那堆堵门的送走水，还没有来得及喝一嘴，又要应付刘公公。恭喜萧总管啊，今天才升的官，就已经有了发大财的门路了。看着刘公公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你立马俯身上前回复道：不敢，小栗子才上任，可不管乱了规矩。小滑头，别人不知道，本公公能不知道吗？别在我面前装了。刘公公坐了下去，皇上口谕，你听好了，东宫暂时不必安排，西宫你看着办。不过今天和明天就不用安排妃子了，陛下这会儿在研究军情。还有，你可以自由出入东西两宫，这敬事房已经多年没有差事了，你要花点心思将东西两宫的娘娘们摸清楚了。小栗子遵旨，谢刘公公提点。小栗子等会儿就去办。刘公公走后，你随便啃了几个馒头后，就动身前往了西宫。这些深宫寂寞的妃子们，听闻你到访西宫，还以为今天皇帝又要翻西宫的牌子，差点没有把你活撕了。可听到你大吼一句：今日明日后日，陛下不翻牌子。顿时那些饥渴的妃子又纷纷烟消云散，一地鸡毛。这时只剩一个宫女开始叨：萧公公，
贵妃娘娘，请公公过君兰院一聚。此时兰贵妃早就在屋子里面候着了，看到你来了，还连忙起身相迎，竟让韩优先冲着你行礼，直接吓了你一跳。娘娘这可使不得，小栗子只是个下人，你要是这样被人瞧了去，那我跟你可就要含笑九泉了。虽然皇帝老儿不知道昨天的事儿，但毕竟你还是有点虚，能正常点就尽量正常点。萧总管说的是，妾身知晓了。兰贵妃今天比昨天更加大方，一出手就是一条珍珠项链，这次你可没拿，昨天已经拿过了，现在要是再拿有点不合适。萧总管看不上这链子。不，娘娘，小栗子昨天已经拿了好处，心里记着娘娘的好呢，这回就不用了。你这番谦虚倒是让兰贵妃又增了几分好感。难得萧总管如此坦诚，那本宫也直说了，本宫想萧总管行个方便。娘娘想干嘛？你不解问道。请萧总管帮本宫去太医院取些药材。听后你不解问道。娘娘是身体不舒服吗？昨日侍寝确实有点疼痛，不过我让公公取的是送子汤的药材。送子汤？看着兰贵妃拿出来的那张方子，你有点愣。这一般的娘娘求子都求不来，这兰贵妃居然还不想自己怀上隆重。公公不必多虑，只是此事不能让皇上知晓，还望公公为本宫保密。兰贵妃说完，便让灵儿拿过来一张银票，区1000两不成敬意。当然本宫也知道让公公为我办这件事确实有为难之处，所以本宫现在就把灵儿许给公公，不知公公意下如何？你听后看了看贵妃身旁这丫头，估计还不到15岁，虽然长得挺水灵，不过年纪实在太小。不过这宫女配太监之事，无论从历史故事还是影视作品之内都频繁出现。兰贵妃看到你还是没有接过，赏赐心里面难免有点急。公公，如若公公肯为本宫办这事，本宫必将铭记于心，日后公公有用得着的地方，但说无妨。这昨天要死要活要侍寝，今天又要死要活的喝旺仔汤，你想想算了，自己还是不要太早陷入这些尴尬复杂的事情之中。于是接过了那张药方，默默地记下了药方之后便离开了。你走后，兰贵妃也松了一口气，立刻吩咐灵儿去给大将军报信。此时你刚将方子撕碎，还没有走出西宫，皇后的人又找过来了。你明白皇后果然在整个皇宫都有眼线，自己去到哪儿都在她的掌控之中。看着这个凶巴巴的皇后娘娘，你不情愿地跪地叩拜。小栗子，不该叫你萧总管了。你之前不是说陛下已经将侍寝的事情都交给你，那今天你去西宫又干啥来着？皇帝要翻西宫的牌子吗？是不是让你过去提早让那些妃子们准备啊？你连忙回复道，这几天陛下要研究军情，不翻牌子，小栗子去西宫只是奉旨去认识各位娘娘，毕竟敬事房已经过多年没有在宫中走动了。皇后听了这个，回答冷笑了一声，然后对着身边的宫女打了个眼色。那宫女很快就呈上了一张名单，名单里面写着20来个妃子的名号。你扫过了一眼名单，上面的那些妃子大半都是在东宫，虽然没有见过人，但名讳都登记在敬事房的册子里面。陛下让你安排侍寝的事，你便将上面这些嫔妃放上去，知道了吗？毕竟对方是皇后，随便找个理由将你就地掩埋也不是难事，你也只能顺从答应。哼，算你识趣。小栗子，别怪本宫不提醒你，你要是将本宫吩咐的事情办好了，本宫自然少不了给你赏赐，要是办砸了，请皇后娘娘放心，小栗子自然懂。不过什么？不过小栗子入宫以来还不曾怎么出过敬事房，我不知道怎么去东宫。此时你一边跟着带路的宫女，脑子里面不断的闪过各种念头，其中最大胆的一个便是将目前这个老妖婆给拉下马。不过这皇后可不是兰贵妃那种不谙世事的女人，她在宫中威望权力都是仅次于老皇帝的所在，要想动她难如登天啊。萧公公，这里便是东宫了，你自己进去便可，还望公公谨记皇后娘娘的话，否则公公这俊俏的小脸蛋可能以后就看不到了呢。你点点头，走进东宫了，可还没有走几步就被围上了。虽然说这里是东宫，但其实皇帝20多年没有宠幸过妃子，里面的人跟西宫也没啥区别。不过这东宫的人可比西宫那些愣头愣脑的妃子懂事多了，毕竟你刚才扯开嗓子吼着说皇帝近日不翻牌子，也依旧无法让汹涌的人群推却热情。果然女人疯狂起来是男人的数百倍。你叹了口气之后，直接喊了个名字，常贵人可在？常贵人是皇后名单里面的一个妃子，一听你直接喊了自己的名字，第一时间就跳了出去。这敬事房总管直接喊名字，其他的妃子也知道今天没自己什么事儿了，人群慢慢散去。不过你可是肉眼可见肿了一圈，那些妃子虽然散了，但是谁都会留个念想，几乎所有人都往你的身上塞了东西，要不是你死或者要害，估计有根之男这事儿当场就要曝光。常贵人大概年龄在30出头，成熟风韵样子不差，只不过比兰贵妃矮
改了些许。13岁入宫，蒙受圣恩，入了东宫已经将近20年，也未曾伺候过皇帝一次。这是常贵人自己说的，听得你眼睛都大了。那个死老头竟然下得去手。萧总管今天唤本宫的名字，是否陛下有旨意要本宫侍寝？回娘娘，陛下近日操劳军务，无心让妃子侍寝。那萧总管今天唤本宫名字又是为何？听到是皇后娘娘让你来后，常贵人娇躯一震，直接将侍女退去单独与你相处。看来搬出那个老妖婆确实能够冲一下场面，只是你没有想到，常贵人在侍女走开之后，直接给自己跪了下去。请萧总管在皇后娘娘面前多给本宫解释一下，家兄不是有意为之，请皇后娘娘海涵。自己这啥都没说，对方就已经先跪了，顿时让你有点猝不及防。娘娘，你要是不把前因后果说清楚，本总管很难找到说辞。你也没有让面前这个贵人站起来，反正有老妖婆背锅，这个时候绝对不能示弱，而且欣赏的角度也恰到好处，那就让他跪着吧。这下你才知道，原来常贵人背景也不简单，家人虽然不在朝里当官，但却是出身名门望族。前几天常贵人的哥哥因为在青楼争风吃醋，把皇后家里面一个亲戚给揍了。皇后什么人，常贵人当然清楚，那种睚眦必报的老妖婆，她可惹不起。她如果被皇后撵走也就算了，就怕这件事情上皇后会迁怒于她的家人。皇后娘娘什么背景，朝中又有什么人，娘娘还能说得出来吗？皇后娘娘是当今护国公李煜的姐姐，当朝宰相刘一夫，吏部尚书陈琦。常贵人如数家珍一样说了个透，他还以为是皇后要让他长长记性，所以未曾敢遗落。你将这些名字全都记在心里，全是朝中重臣，这皇后的势力几乎占据了半壁。果然皇帝老儿也不免忌惮几分，此时感受着怀里沉甸甸的贿赂，你不由感叹，常贵人不愧是名门之女，这出手比兰贵妃大方多了。兰贵妃那边是银票，这里直接就是黄金。在这个深宫里面，皇后即便有脚气，也会有不少人争相去舔。面前这个贵人一直跪着不敢起来，就连拿贿赂的东西都是爬着去的，可想而知皇后对于后宫的控制力有多大。这趟收获颇丰，你简单安慰了一下花容失色的常贵人之后，就离开了东宫，带着一身沉甸甸的宝贝回到了净室房，将其中一部分收回来的东西整理好之后，你就往床上一躺，等着天黑。皇后那边的眼线自然也汇报了你在东宫都干了些啥。当听到萧离去找了常贵人之后，皇后才露出一个微笑。这小栗子确实听话，但还是太年轻了，她怎么能直接点名呢？娘娘，我这就去教训教训她。汉妇宫女第一个跳了出来，这倒不用，本宫只要人听话就够了。再说了，一个小太监还是不要懂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好。简单干净忠心，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后都很看重。在老妖婆眼中，虽然萧离幼稚了一点，但好歹还是执行了他的指令，这样已经足够了。夜幕降临，你起身走到皇宫侧面的一个小门处，你至今还没有离开过皇宫。不过之前曾经打着灯笼给梁旷照明来过一次，也不知道梁旷出宫干嘛。如今自己已经是总管了，总得出去透透气，顺便到外面的药材铺去给兰贵妃抓药。送子汤的方子你已经记熟了，你可不敢去太医院抓药，弄不好给上面知道，那自己肯定连头带根都会被切。请大哥行个方便。你往卫兵的手上塞了一块碎银子，那卫兵点头不语，回头就给你开了门。穿越而来，第一次走出这个深宫大院，在外头呼吸的空气就是不一样，而且这个夜晚的京城五光十色，行人络绎不绝，也是热闹非凡。可出了门还没有走几步，你就被人叫住了。这位公公看着很面生啊，不知公公身居何职？你怎么知道我是公公？哎，小公公，这是小看我袁某人了。我袁某人尽心尽力给宫里的人办事，小公公一出来，袁某人就知道了。原来他也是个跑腿的，但只为宫里面的人跑腿。袁本初稍微解释了一下之后，你就清楚了，认识一个这样的家伙倒不坏，至少可以带着自己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你出手也很阔绰，一摞银票塞到了袁本初怀里。公公在找药材铺，小人懂了。公公请把方子交给在下，在下很快就。不必了，带我去一趟吧。顺便带我认识一下这个繁华的京城。接着你便跟着他走进了一间草堂子的后门。那掌柜看到了袁本初，自然也没二话，两个人心照不宣，只是拿出纸笔让你写下药材名称和分量。过不了多时，掌柜就给你打包好了。虽然皇帝这几天不用妃子侍寝，但净室房毕竟只有你一个人，出宫太久也不好办。完事后你就立即回宫，接着就看到刘公公坐在了自己房间里。好你个小栗子，你这是跑哪儿去了？这净室房只有你一个人，皇上今天要是翻牌子找不到人，你明天就人头落地了。私自出宫可是死罪，虽然在下人之中是常态，但是传到了上面可交代不过去。刘公公，小栗子去抓药了，所以才未曾待在净室房。抓药？小栗子你也病了？回公公，
小栗子那天蹲了半宿，有些寒气入体。这不，你提了一下那包药材给刘公公过了过眼，药香的味道骗不了人，刘公公也不多说什么。好你个小栗子，年纪轻轻的竟然如此狡猾，哈哈哈，本公公喜欢。刘公公很是满意，大袖一挥，迈着洒脱的步子就走了。第二天一大早，你就看到皇宫里面有不少的人在奔走着，行色匆匆的，好像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随便逮住一个宫女问了问，才知道戍边的太子殿下在梁胜大将军的支援之下打了一个大胜仗，皇帝老儿欢喜得很，直接给宫里头的下人们发了赏赐。你将那送子汤藏好就走了过去，太子打胜了，估计皇帝老儿今天一高兴就要找人延续香火了，也正好把正事给办了。刚进门你就瞧见兰贵妃在拼命拽着床晃动。萧公公来得正好，本宫正好有事找你。娘娘，这大白天你……今天晚上我又要给皇上侍寝了，刚才刘公公已经亲自跑过一趟了，所以本宫正在练习萧公公教导的方式。一听皇帝老儿又要临幸兰贵妃，你也一脸惊讶，不过想来也正常，边关的梁胜打了个大胜仗，皇帝老儿是该要表现一下，也难怪兰贵妃在一个劲的练习，提前练习没有错，但万一这贵妃今天晚上只是按这练的来，那就大事不妙了。你当然不想老皇帝又来一次，虽然说皇帝睡妃子天经地义，但这要是穿帮了，可要人头落地。娘娘，其实今日不宜侍寝，还望娘娘找个借口推了。推了？为啥？娘娘既然不想怀有龙种，那何必侍寝呢？这无妨，我有送子汤。爹爹说过，我跟圣上越亲近越好，但不能有皇家的骨肉。你爹没跟你说为什么吗？这倒没有，不过我爹是大将军，他说的话我当然要听。这个呆萌可爱的贵妃可被这封建时代荼毒不清，你作为一个下人说不过这幼稚的脑袋，但你也绝对不会让这事情发生。那小栗子这就回去准备准备。有劳萧公公了。你虽然不知道皇后跟太子之间的矛盾，但你很清楚皇后并不想皇帝跟兰贵妃过多的亲近，于是你这边才从西宫出来，下一秒掉头就赶往了凤仪阁。边关打了胜仗，老妖婆的脸色本来就不太好，在听到你过来汇报今天晚上皇帝要兰贵妃侍寝的事情之后，脸色更黑了。他到底给皇上用了什么妖法？这才几天，皇上那身子骨受得了吗？皇后娘娘，今夜侍寝之事是陛下直接让刘公公传的口谕，小栗子事先并不知晓。哼，难得边关打赢了一次，陛下也难得开心一回。小栗子，你能跑过来跟本宫上报有心了，娟儿赏。这第一手准备完成了，现在你还要做第二手准备。兰贵妃之前不是递错了方子吗？如果皇后无法阻止皇帝临幸，兰贵妃你就将那东西用上。大白天卫兵就这样看着你想要出宫。公公，这大白天的Why？ 我不出去。你认识袁本初吗？守卫侧门的卫兵们当然认识袁本初，这家伙蹲城墙根也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了。既然认识，帮本公公跑个腿。守门的卫兵也懂事，片刻不到袁本初就在门的那一头站着了。你让卫兵将要的配方送了过去，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了东西，两手准备做好了，你立马着手。第三手准备完事之后，你就回到了净室房，将之前皇后安排的那些妃子名牌整理了一次，接着就直接赶往永和宫去面圣。小栗子，跟朕说说你手上的那些牌子是怎么回事？回陛下，这些是娘娘们的名牌。小栗子看到今天圣上心情好，想着或许晚上要找妃子侍寝，所以就准备了一些。不必了，朕今天晚上已经决定了让兰贵妃侍寝，你这些牌子就拿回去吧。皇帝连那些牌子都不看一眼，你也清楚，这就是走一个过场而已，是老皇帝给了你在皇后那边的一个台阶下。皇帝不精明，能活到这个年纪，但你却不走下去。陛下，小栗子觉得今夜不宜让兰贵妃侍寝。刘公公听了差点吓尿，一个小太监竟然敢跟皇上说这种话，皇上找谁睡觉，轮得到一个太监指指点点，这是妥妥的找死啊！刘公公正想厉声训斥，但老皇帝伸了伸手，刘公公活生生将话憋了回去。你可不是在赌命，你很清楚前线打了胜仗，皇帝老儿开心到什么程度，都已经直接开仓放粮这地步了，所以你知道，就算自己这样说话，也不会人头落地。哦，小栗子，你何出此言呢？皇帝还真没有动气，不但是因为心情好，更是对你的话感到好奇。陛下，方才小栗子从西宫出来，沿途听到一些闲话。闲话说来听听。什么恃宠生骄，狐假虎威，日后日子难过之类的话。刘公公心凉到了脚后跟，你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恐怕连九族消消乐都不够的。混账！后宫那些长舌妇竟然敢议论此等大逆不道的话题，告诉我谁说的？果然皇帝还是动怒了。陛下，小栗子不认得那些人啊。不认得？你一个净室房对朕忘了，你才接手，不认得也正常。小栗子，这些名牌你是随手翻的，还是有人吩咐你这么做的？说说你为何要帮兰贵妃说话？说你之前看你在宫里面无亲无故，才让你做这个净室房总管太监，
回过头你就这样辜负朕的心意？看着老皇帝的语气已经平缓很多了，你知道今天这事情多半没啥问题，也就应对道：陛下，小栗子一个光杆总管，跑腿是我，受罪是我，只有兰贵妃娘娘一个人对我好。她怎么对你好了？贵妃娘娘给过小栗子银票。哼，她给你银票，那别的妃子不也一样给你银票吗？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东西两宫走一圈能收多少？别的娘娘塞的，小栗子虽然收了，但不敢用啊。你有胆子收，却没胆子用。后宫那么多娘娘，我一个小太监谁也得罪不起，不收别人说我摆架子，收了之后，皇上如果不翻牌子，又说小栗子贪心，小栗子也没有办法，只能收，但不敢用分毫，都在净室房里面放着呢。清单也写得明明白白的。皇帝听完之后，脸色完全放轻松了，但刘公公的脸色倒开始苍白了，他的手不自觉地颤抖着，摸了一下刚才你递过去的银票。